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留学日记。今天想讨论我自从来到了美国，学校一直都在强调的东西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。华文翻译真是听起来又复杂又无聊，但是真的不无聊，而且还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我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东西。Critical thinking 它是一种思考模式，鼓励你去合理的质疑一切，质疑新闻，质疑书本，质疑老师，质疑他的信息来源，质疑你朋友跟你讲的东西，质疑你接触的资讯，质疑到你怀疑人生，为的就是训练你能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个体。第一次接触 critical thinking 是我在这里上的英语课。离题一下，我在马来西亚上了20年的英语课，我从来都不喜欢英语课，我的 grammar spelling vocabulary 永远记不住也搞不懂。来到这里反而爱上了英语课，不是我的英语变好了，是它变好玩了。老师让我们找到一个广告海报，然后写一篇分析的文章。最后我找了这个广告 Are you beach body ready？ 你准备好去沙滩的身材了吗？一个非常有问题，我们身边却常常出现类似的广告。为了写文章，我就必须分析广告海报的目的是什么。它是想告诉大众，理想的女性就是应该这样子，白皮肤、长头发、够瘦才会美，也暗示了只有那么苗条的身材才可以穿比基尼去沙滩的。反而如果你胖，你就不适合去沙滩，你就不适合穿比基尼见人。它跟外面千万个广告一样，都在催眠你，打击你的自信。当一堆类似的广告都在提倡女生就是应该瘦、应该白、应该长头发的时候， guess what？ 女生追求白瘦长头发就成了我们衡量美的标准。如果一个女生本来就比较黑，头发比较短，就会被人家讲成 tomboy。如果一个女生的照片看起来胖了一点，男生就会留言，哇，君子很好哦，变肥了哦。这个是我最讨厌的，我非要关你屁事啊，我飞到很美 OK。 社会怎么对女生那么严格？这些广告在操控我们心理，让我们变得不自信，让我们不自觉的去购买他们的产品来达到美的标准。就这样，我写完了我的报告。所以自从我上了那几堂学校的英语课，我从此以后看到广告的时候，我都会自动的去推敲这个广告背后的目的。或者下次你看到广告的时候，可以看看模特是不是瘦瘦白白长头发的女生。在这里要强调，我不是说白白瘦瘦长头发的女生不好，我是要说不管你是黑的白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，自信一点，你是最漂亮的。当然一样的道理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，像是新闻、书本、标题等等。比如我这个视频的标题，什么美国的英语课超好玩，全美国的英语课吗？当然没有，我说我自己上了那几堂而已，你自己来啊，上了那个课不好玩，不要怪我。这里有几点要补充的，就用字幕来代替吧。武汉肺炎的前期，美国很多超市都出现断货的现象，这时我好几位家人都发给我这个视频，一个视频配着标题写着美国超市已经崩溃，没人收钱，只管抢货，军人只控制不发生流血冲突，进出自由。我就仔细的看了看视频，发现超市的标价上面都是写着西班牙语，于是我上网找了找，才发现视频是2017年墨西哥骚乱的视频。所以有人故意造谣，称现在美国超市崩溃。让我有点惊讶的是，传视频给我的不是一位，而是好几位互相不认识的亲戚朋友。同个时期，网上也流传着憋气10秒不咳嗽就证明没有肺炎的一个说法，我也下意识的怀疑这个真实度，因为如果那么容易检测的话，我们需要辛苦隔离14天，需要抽取一堆样本测试干什么？每人憋气10秒不是更容易吗？即使这个方法真的有效，有些人是无症状感染啊，所以我当下看到这些信息的反应就是憋气10秒。以上论点让我细思极恐的是，竟然没有人怀疑这些信息的真实度。虽然讲我深感激我的亲戚朋友发信息关心我，但大家的好心居然被有心人利用，不知不觉中散播不实谣言。我觉得我们在辨识假消息这一点上真的是有待加强。我们就是太乖太听话，不会批判性思维，才会不宜有他的听信这些新闻。我第一次意识到亚洲普遍是机械式的训练小孩子的时候，是我第一天当补习助教的时候。当时我准备把10个生字写在黑板上，我就想我写字的时候应该花个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不知道应该要安排台下的小朋友做什么，是默写呢还是朗读呢？于是我就抱着谦虚的态度问了台下的小朋友们，当我在写生字的时候，你们需要做些什么？然后当下小朋友就你看我看你，全部脸上露出惊恐之色，然后他们异口同声说道，保持安静。我当下超无语，他们以为是新老师给他们下马威。我在想，这些7岁的小朋友为什么会异口同声的回答某一个问题？7岁小朋友不是应该很好动、很有创意、思维很跳跃、语出惊人的那种吗？
这样统一回答正常吗？在亚洲，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听从老师、校方、家长的指示。我们从幼稚园开始穿同样的制服，一直穿到中学，排队去操场还要从矮排到高的那种，谁不遵守秩序，谁就会被罚。我们从来不怀疑老师、校长课本里面讲的是不是对的。每天下课后就是一堆补习，考试就是拼 A， 越多 A 越好。在课堂上，你跟老师意见不一样，你就是问题学生，就是叛逆。补习后又是一堆才艺班，才艺班又是另外一种方式，在训练我们乖乖听话的纪律班。我们被训练成为考试的机器，他们却没有训练我们可以成为独立思考、判断的个体。我们的创意是不是从小就被扼杀了呢？美国的政府学校和大多数的学校都是没有制服的，你喜欢穿什么就跟你的想法和言语一样，都是自由的。在这里，老师鼓励你举手发问，甚至挑战他们的想法和观点。他们常说 think outside the box， 也就是思考的时候跳出思维定式，打破传统的框框，你或许就会有很多很有创意的想法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又有一些中华教跑来留言，美国这样好，不要回来啦！明明就是华人学什么西方，西方思维一定好咩？美国一定好咩？在这里我没有要讨论政治，我是在讨论中西方的想法差异。我当时来美国留学的其中一个目的，势必就是搞懂西方的优缺点，然后尽量结合中西方的文化，学习好的那一个部分。当然西方也是有很多我个人觉得的缺点，比如相对比较自我，比较疏离，超难交朋友的。我也有一堆要吐槽美国的，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拜。